老公为救我进了 ICU， 我却决定和他离婚了。人人都说我不识好歹，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什么？可只有我知道，看到他和别的女人的婚纱照的时候，我有多么心如刀绞。过去40年的幸福生活恍若虚幻的泡影，戳破后只剩伤痕累累的我。但是我愿意割去腐肉，迎来新生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和往年一样，今年的国庆节，儿子和儿媳带着我和老公出门自驾游。儿子和儿媳坐在前排开车，我和老公陈伯年则带着5岁的小孙子坐在后排。我和老公结婚40年，从未有过争吵，周围的人都羡慕我的生活，认为我一辈子都顺风顺水，嫁了个好人。我内心也这样认为。看着温和儒雅的老公，越发觉得幸福。正想帮他扶一扶滑落的眼镜时，变故突生。刚刚路过的大货车轮胎打滑，失控地朝我的方向撞来。我眼前一黑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在撞击发生的一瞬间，老公条件反射般把我死死抵在怀里，护在他和座位之间。撞击来得太突然，我被吓懵了，直到被紧急救援出来，我才回过神。万幸的是，没有人员伤亡，我的胳膊只是被擦伤，小孙子缩在缝隙里没有受伤，儿子手臂骨折，儿媳轻微脑震荡，老公的伤势最为严重，断了3根肋骨，腿骨骨折，当场就陷入昏迷，进了抢救室。我守在手术室外，看着衣服上沾染着的大片的血污，焦急万分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刚才那辆大货车是直直朝我撞过来的，若不是老公护着我，恐怕我现在已经不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了。儿媳陪在我身边，轻声安慰我：“妈，别担心，爸一定会没事的。”我点点头，心中却充满了担忧和恐惧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直到第2天早上，老公才被推出抢救室。医生告诉我们，老公虽然受到了严重的外伤，但幸好救治及时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是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观察几天。听了医生的话，我心里的大石头才算是落了地。看到老公一动不动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浑身插满管子，我甚至不忍心看第2眼。直到老公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转到普通病房之后，我才敢好好看看他。终究是年纪大了，这次受伤，他苍老了许多，脸上的皱纹多了几条，头发也白了不少，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几岁。我拉着他的手，轻轻摩挲着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老公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露出一丝微笑。我看着他，轻声说道：“老头子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咱们一家还要一起出去玩呢。”老公轻轻点了点头，又闭上了眼睛。我知道他需要休息，也不再打扰他，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，看着他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老公的情况逐渐好转，也能吃点东西了。儿子和儿媳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儿子的手臂已经可以活动了，儿媳的脑震荡症状也减轻了。小孙子则是由我暂时照顾着。老公虽然还不能下床，但是精神状态好了很多，有时候还能跟我说几句话。为了方便照顾老公，我回家收拾了一些自己和他需要的东西，准备搬到医院住一段时间。平时老公的衣服和物品都是他自己收拾的，他说不希望我太累，自己能做的事情就都自己做了。我打开他的衣柜，看到他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，想到如今躺在医院虚弱的他，我不禁落泪。泪眼朦胧间，我想收拾一些他的衣服，可我刚把衣服一抽，
就从夹层里掉出来厚厚一沓照片。我拿起一张照片，上面清晰地写着：“亲爱的华，40年后的今天，我终于可以和你一起庆祝生日了，我爱你。”照片上的一男一女拥抱在一起，笑得甜蜜。每张照片上都写了日期和一句情话，40年，一年不落。只是照片上的女人不是我，而是老公的初恋王淑华。当初陈伯年的父亲因为王淑华的家境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陈伯年和王淑华分手后，陈父安排了门当户对的我和陈伯年相亲。我看他也不错，是个好青年，认识不久后就结了婚。婚后，陈伯年留校当了大学老师，我在国企上班。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富裕，可惜90年代我遇到了下岗潮，又有了儿子陈瑞，家里都靠老公一个人撑着。但就算这样，他也没让我吃过苦。学校食堂的肉菜，他宁愿饿肚子也留着不吃，都带回来给我和儿子吃。而我为了减轻他的负担，在大学门口支了个小吃摊子，起早贪黑，赚点钱来补贴家用，日子就这么过来了。如今孩子大了，我和老公也不用再辛苦，拿着积蓄，每年还能出去玩一次。可我没想到，就这样好的老公，居然和他的初恋暗中联系了40年。怪不得他从来不和我拍照，我还以为是他害羞，或者觉得年纪大了没必要，原来是留着和另一个人拍了。怪不得每次王淑华生日前后，他总是说身体不舒服，想独自休息。我还以为他是真的不舒服，原来40年，这个男人骗了我40年。原来在我初为人父，为了家庭和孩子操劳累心的时候，他在和他的初恋甜蜜约会；在我为了家庭生计起早贪黑的时候，他在和他的初恋互诉衷肠；在我为他熬尽青春，为他养育儿女，为他照顾家庭的时候，他心里装的是别人。我浑身发抖，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。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无法接受这个爱了一辈子的男人竟然背叛了我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跌坐在地上，手中紧握着那些照片，泪水一滴滴地落下，心中满是痛苦和愤怒，不知道在地上哭了多久。我终于擦干泪水，站了起来。我平复情绪，收拾好东西，还做了饭，去了医院。我看着陈伯年躺在病床上，面容苍白憔悴，但是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好样貌。记得第一次见到陈伯年的时候，我就被他的样貌深深吸引。那时候的他年轻，才华横溢，温柔体贴，而且十分有责任感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能够遇到这样的男人，还能相伴一生。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，我坐在他旁边，静静地看着他，睡梦中的他还在喊着我的名字，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。陈伯年醒来后，看到我坐在旁边，自然地拉过我的手，开始说起情话。慧兰，辛苦你了，这些年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听到这些话，肯定会感动得一塌糊涂。但是现在，我发现自己再也听不进去了。我给你熬了鸡汤，先喝鸡汤吧，别说话了。我淡淡地说道。陈伯年喝了2口鸡汤，又说了一些感动的话，可我却只觉得面前的男人陌生得很，好像这40年来，我从来没有看透他。我面上不动声色，看陈伯年吃完饭就出了病房，然后拿着他的医保卡和退休工资卡去医院报销。我年纪大了，搞不懂电子设备，还是柜台的小姑娘帮我办理的。她说报销还不能下来，就只能先拿卡里的钱先垫付。阿姨，您的卡里没钱了。小姑娘有些尴尬地看着我，我震惊不已。
我和陈伯年的生活一向勤俭，他的退休金不低，除了买每个月的降压药，基本没有花销，怎么可能会没钱？阿姨，您是不是还有别的卡？小姑娘又问。我摇了摇头，陈伯年的工资卡就是唯一的卡。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，连忙让小姑娘帮我查查钱去哪儿了。几分钟后，小姑娘查到了。阿姨，这张卡每个月都会有一笔固定转账，汇款账户都是同一个，王淑华。我忽然就明白了，为什么陈伯年一直吃药，高血压都不见好转。我还变招法的给他做低脂低盐的饭菜，原来他把钱都给了王淑华，自己买便宜的药吃。怪不得每次我要帮他买药，他都推脱说自己买。现在看来是不想让我知道，他可真大方啊！自己的养老金一分不剩，全给王淑华，吃假药也不在乎。我拿出了自己的积蓄，垫付了医药费，没有回病房，直接回了家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夫妻生活很幸福，从来没有怀疑过陈伯年有外遇，也没有想过他会背叛我。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，我们彼此扶持，一起度过了那么多艰难的日子。可是我错了，我发现我对陈伯年的了解太少了，他的心里藏着那么多的秘密，而我却一无所知。他在我面前表现得那么爱我，对我那么好，可是他却在背地里和别的女人约会，把感情和金钱都给了那个女人。我想不通，我真的想不通。回到家，我疲惫地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心里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是继续这段婚姻，还是选择结束它？我想到了儿子和孙子，他们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，离婚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我就这样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陈伯年和王淑华的照片，他们的笑容那么甜蜜，我的心却如同刀割一般。我忍不住哭了出来，泪水打湿了枕头。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我深爱了40年的男人，竟然背叛了我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我像是自己折磨自己一样去看那些照片。40年的感情啊，真的能藏得那么深吗？看着看着，我突然福至心灵，接着翻找陈伯年的衣柜，衣服全部搬出来之后，我发现衣柜的里面还立着一张大大的婚纱照，装裱得很精致，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，一看就是经常擦拭的，悉心呵护的。我突然就笑了。我们年轻的时候照照片不容易，得专门去照相馆，那时候我们都忙，没有时间去照照片。结婚的时候也不流行照婚纱照，后来有时间了，照相方便了，我们却不再年轻。我是一个喜欢接受新事物的人。当初儿子结婚的时候，看着他和儿媳的婚纱照，我还问过陈伯年，我们要不要也去补照一张婚纱照，但是他拒绝了我。当时他说什么来着？我们都老夫老妻了，不用搞这些小年轻的东西，而且我对你的爱也不需要一张照片来证明。我当时虽然失落，但是想想也接受了。相濡以沫多年，陈伯年对我有多好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不愿意和我这个妻子拍婚纱照，却和别的女人完成了我的愿望。精修过的照片，上面的两人像是被抹去了岁月的痕迹，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，我不由得伸手去碰照片中陈伯年的脸，下一秒，我的视线却落在自己满是皱纹、皮肤松弛的手上。我突然有些累了，但仍心存不甘。衣柜里还有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王淑华和陈伯年多年前互相来往的信件，时间从10年前就断了，想来是现在都有了智能手机，
就不用这老一套的方式联系了吧。只可惜陈伯年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。我打开信，一封封地看下去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了下来，掉在信纸上，晕开了笔墨。在他们的信中，他们的爱情是如此深沉，如此真挚，如此让人感动，难以割舍。信中的陈伯年好像是另一个人，我曾经一直以为他是理性、温柔、含蓄的，原来他的热烈都给了另一个人。看完信件，我瘫坐在地，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想了多久，我只是感觉到自己的心好痛，好累，好想休息一下，但是我又不敢休息，我怕自己一休息就会失去了所有的勇气和力量，再也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一切。我站起来，将所有的照片和信件放回到原位，衣柜恢复原样，走出了家门。我走了很久很远，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休息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我突然想见见那个让陈伯年惦念一生的女人。我从那些信封上记下了王淑华的地址，但是已经过去10年，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那里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。那地址是一个老小区，房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我走到那扇门前，发现门上贴着的福字都已经褪色了，地上也散落着各种垃圾。我终究没有勇气去敲门，只在楼下菜市场摆摊的一个同龄妇人那儿打听了一下。她和我说，那里住的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人和她的儿子。早些年她老公在工地上出了事，她就拿着一大笔赔偿金和儿子一起生活。只可惜她儿子是个不成器的，沾上了赌博，家里的钱很快就输完了，30好几还要靠老母亲来接济。听完这些，我不知道是何心情，只是很复杂。王淑华自己的身体不好，陈伯年就把所有的养老金都给她买药，她拿到钱又都拿去补儿子的窟窿。她是一个可怜女人，但是被蒙在鼓里40年的我，又有谁来可怜呢？我突然就想通了，我决定离开，放弃这段婚姻，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回到家，我找来儿子和儿媳，宣布我的决定，我准备和你们爸离婚了。听到这话，儿子和儿媳都一头雾水，他们不明白，一向相敬如宾的我们，怎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？我找出藏起来的照片、信件和银行卡转账记录，摆在儿子面前。儿子看完之后，先是沉默，随后开始劝我：“妈，爸也没有犯什么大错，他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可能犯的错误，而且他为人温和，从不乱发脾气，这些年来一直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再说了，爸这样对王阿姨，难道不是他重情重义的表现吗？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否定他对你和这个家的付出啊！”我淡淡地看着眼前这个从小养到大的儿子，心里有些冷。刀子没有扎在他身上，就不会知道疼。就算他是我儿子，也不能共情我的遭遇。妈，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儿子继续劝道。我摇摇头，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妈，儿子还想劝我。儿媳在一旁默默不说话。小孙子突然开始哭闹，他连忙去哄：“我要爸爸，我要出去玩。”小孙子一边哭一边喊，儿媳耐心地劝他：“现在太晚了，爸爸要休息，明天妈妈再带你去玩。你一天只会待在家里，你懂什么？凭什么教我？”小孙子突然开始大吼，儿媳愣住了，抬手想打小孙子，却终是无力地垂下。儿媳的情况我是知道的，名牌大学毕业就进了一家上市公司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主管。可有了孙子后，甘愿辞去工作，
当全职主妇，如今却遭到自己儿子的鄙夷，我很心疼儿媳。我把儿子拉到我面前，儿子，妈这一辈子都在为你爸为这个家着想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次。儿子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不解。妈，你这样和爸离婚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我看着儿子，心里更冷了。儿子，别人怎么想我管不了，但是妈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儿子还想说什么，我阻止了他。儿子，妈已经决定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儿子见我态度坚决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我知道儿子是不会理解我的。男人结了婚，回家就有热腾腾的饭菜，干净整洁的家，可饭不是自己上桌的，垃圾也不是自己进垃圾桶的。他们是既得利益者，当然不会理解妻子在家的辛苦，他们只会看到自己在外面挣回多少钱，工作有多辛苦。小孙子还在哭闹，我不愿意再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家里，索性拉着儿媳去了附近的商场。儿媳这会儿情绪低落，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心情。商场里，小姑娘们穿得花花绿绿，我也试着赶了个潮流，给自己和儿媳点了2杯奶茶。看着商场里面来来往往的小姑娘，我喝了一口奶茶，有些感慨，难怪这些小姑娘都喜欢喝，确实好喝。我的心情倒是不错，面前的儿媳却陷入了沉默。我知道，在一瞬间推翻自己的过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我只能给她时间收拾情绪。良久，儿媳抬起头看向我，妈，我支持你离婚。我心里一暖，轻轻握住儿媳的手，好孩子，谢谢你。儿媳摇摇头，妈，您为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多了，为这个家付出的也够多了，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忙碌起来，我要为我的新生活做准备。儿媳帮我联系了一个离婚律师，律师是个小姑娘，她帮我整理了陈伯年的出轨证据，并且统计了我们的婚后财产。她还夸我，奶奶，你真勇敢。我接过不少离婚的诉讼，您是最果断的。我只笑笑不说话，怎么能不果断呢？我可再没有一个40年来沉沦于痛苦之中了。材料准备就绪，我也该去一趟医院了。见我来了，病床上毫不知情的陈伯年还在安慰我，慧兰，这些天辛苦你了，等我出院了，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我看着他平静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：100年，等你出院了，我们就离婚吧。陈伯年一惊，慧兰，你说什么？由于情绪过于激动，他手上的输液管都在晃动。我坐下安抚他，还习惯般伸出手帮他暖液体。你先别激动。陈伯年渐渐冷静下来，定定地看着我。慧兰，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突然要和我离婚？我都知道了，你和王淑华的事情。我淡淡道，我不想再过这样被蒙骗的人生了，所以我要离婚。慧兰，陈伯年开始忏悔，我当初瞒着你，就是怕你会不高兴。淑华她生病了，已经没几年可活了。我和她拍照，只是想满足她临死前的愿望而已。听到这话，我觉得有些可笑。所以你知道我会因为这些事情难过，但还是去做了，对吗？不是的，慧兰。陈伯年顿了顿，又说，我们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，他的出现根本就影响不了我们。我只是不忍心看他生病，才帮他。慧兰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我没有想要和你离婚。陈伯年又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道，慧兰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但我也不能失去淑华。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这么多年，他是在哪一个瞬间烂掉的呢？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但我终究不是小姑娘了，我已经没有了歇斯底里的力气，只是淡淡道，
百年，你爱不爱我已经不重要了。陈伯年又絮絮叨叨地翻出我们的过往，试图让我回心转意。这时，儿子进了病房，和他父亲站在一起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爸为了救你，差点死在车祸里，你抓着这点小事不放干嘛？我沉默不语。儿媳也进来了，她带走了儿子。我和陈伯年相顾无言，最后我只说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才来通知你的。如果你不愿意离婚，我们就法庭上见。陈伯年低着头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的心里一阵清爽。接下来，我就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。我决定去学习摄影，这是我年轻时的梦想。我和陈伯年结婚之后，为了省钱，这个梦想就被搁置了。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实现它了。儿媳非常支持我的决定，还帮我找了一所摄影学校，让我去学习。在摄影学校，我认识了很多人，了解了不同的摄影技巧和风格，也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。每天和年轻人在一起，我感觉自己都变得年轻了。学习之余，我也会去医院看望陈伯年，他的伤势恢复得不错，已经能够下地走路了。每次我去探望他，他的眼神都很复杂，像是在忏悔，又像是在挽留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陈伯年出院那天，我和儿子儿媳一起去接他，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慧兰，我们一起回家吗？我摇了摇头。百年，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决定。陈伯年低下头，叹了口气。我明白了，慧兰，我不会再勉强你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扶着他上了车。陈伯年最终还是同意了离婚，我们拟定了离婚协议，并找了律师公证。他把大半的财产都分给了我，我们住的那套房子也留给我。他搬去和儿子一起住。我看着这间充满回忆的房子，决定把它卖掉。过往的一切都随着他一起烟消云散吧。房子虽然老了，但是地段好，学区房，卖了500万。办完手续的那天，我感到一阵解脱。我终于摆脱了被欺骗的人生，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。和陈伯年结婚40年，我都没有明白什么是爱，是舍命相救的冲动，还是细水长流的责任？我不懂，索性先爱自己。拿着钱，我去到一个3线的小城市，买了一套房子。这里靠近南方，冬天也很温暖，不会让我早年因为摆摊在寒冬里洗菜冻伤的手复发冻疮。我还买了一套专业的摄影设备，和一众扛着长枪短炮的小伙子站在一起。我这个白发奶奶尤其突出，他们都喜欢拍鸟，叫什么打鸟。但是我没耐心守在河边一天，索性拿上行李，全国各地的旅游，在每个地方都把风景定格在我的相机里。后面在公园里，我偶然看到一张摄影比赛的海报，将自己的作品整理之后给举办方发了过去。没想到我居然获奖了。在领奖现场，记者都来抢着采访我这个高龄摄影师。阿姨，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的？年轻的时候就喜欢，只是那时候穷，哪里敢想啊。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接触摄影的？和我老公离婚以后。听到这话，记者明显有些尴尬，连忙转移话题。您获得摄影奖，最想和谁分享喜悦呢？我笑着看向台下的儿媳，她笑着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儿媳告诉我，自从我离婚后，孙子变得懂事多了，也开始体谅妈妈了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很欣慰。我知道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变好了。离婚后的儿媳决定重返职场，虽然空窗期几年，但是工作能力仍在，如今也是一个小领导了。听说孙子现在很崇拜妈妈，
儿媳告诉我，她教给孙子第一个道理：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，无论她有没有工作，她都是为这个家付出最多的人。女性天生便会包容和爱人，她希望孙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会爱人的人。我听着儿媳的话，心里一片柔软。是啊，女性本就是柔美的代名词，但是为了家庭，我们可以变得很坚强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爱。爱是相互的，无论是夫妻之间的爱，还是亲子之间的爱，都需要双方共同付出。我希望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在爱人中学会爱自己，在包容他人的同时，也包容自己。不知不觉，我离开家已经5年了。这期间，我和儿媳一直都有联系，还时不时把自己拍的照片发给她看。我不禁有些欣慰，如今儿媳在我心中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。看她如今变得自信美丽，我也很感谢自己当初的勇敢。这天，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妈，爸快不行了，他临终前的愿望就是再见你一面。”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，我有些恍惚，但最终还是去了医院。陈伯年这些年一直吃着劣质降压药，离婚后没有我的精心照料，高血压越来越严重，期间突发过几次脑出血，这次更是因为脑梗直接被下了病危。我站在病床边，看着陈伯年，不过5年的时间，他变得如同腐朽的枯木，再没一丝生机。而我因为经常到处旅游，心情舒畅，儿媳还帮我开通了社交账号，我经常在上面分享一些作品，还有了不少粉丝。和这些年轻人接触多了，我看起来还比之前更年轻了。陈伯年躺在病床上，浑浊的眼睛流着泪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声音颤抖地说着忏悔的话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5年前，我选择离开，不是为了报复或者得到什么，只是想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为自己而活。而如今，看着曾经的伴侣油尽灯枯的样子，我也说不出什么伤人的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从医院出来，我又去了王淑华的家，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人了。卖菜的说，他和儿子被债主上门催债，1年前已经搬走了，现在也不知道躲在哪里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破旧的小巷，老旧的石砖都缺了角，看不出曾经的模样。惊奇的是，在缺乏阳光的砖缝里，居然长出了一朵小花。这些老物件也换了一种方式获得了新生。后记：后来陈伯年走了，他走的时候，儿子和儿媳都来了。儿子红着眼眶，拉着我的手安慰我：“妈，爸走了，你还有我。”我笑着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我还有他，我还有这个家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有我自己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